海贼大监狱推进城深层，重犯波特卡斯 DS 被囚禁在死囚牢中，坦然地等待着即将而来的处刑时刻。卡普特意来探望艾斯，坐在牢房外面絮絮叨叨地和他讲述路飞的事迹。路飞与艾斯在很小的时候，卡普就将两兄弟作为海军培养，如今二人不仅没有成为海军，还变成了名扬一方的大海贼。卡普面对伤痕累累的艾斯，心中百感交集。当卡普提到父亲这个话题时，艾斯苦涩一笑。他与路飞的身上都流淌着世界超级坏蛋的血，怎么可能如卡普所愿成为海军呢？关于自己的父亲，艾斯没有一点点美好的记忆，他心中的父亲只有一个人，就是白胡子。此时路飞正与汉库克一起乘坐巫术中将的军舰赶往推进城。路飞看着手中艾斯的生命卡，陷入深思。汉库克知道路飞担心哥哥，但是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能在一边偷偷看着路飞。而与路飞一样想赶去推进城的，还有当时一群草包的巴基海贼团。身为船长巴基被关进了推进城，巴基海贼团一时着急，想要赶去推进城救出巴基。不过船行半路，众人才发现这一路是多么的艰难险阻。先不说靠他们这几个人能不能在海军的眼皮底下救出巴基，就目前情况来看，能不能到达推进城都是个问题。前面就是海王类聚集地无风带，可能航行不了多久就会被各种海王类给吞掉了。亚尔丽塔果断做出决定，放弃营救，抢过巴基海贼船，另起炉灶。其他船员一听亚尔丽塔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怎么看这都是一趟有去无回的航行，可能还没救出船长，他们也一起死了。于是大家含泪与远方的巴基挥手告别，追随亚尔丽塔溜了。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大监狱推进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样来说，这里和地狱仅仅是名字不同而已，甚至比地狱还要恐怖。这里没有法律和人道，囚犯每一天都要受到非人的虐待。不仅如此，监狱中还藏着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怪物，不管是死囚犯还是普通囚犯，随时都可能在这里丢命。巫术中间的军舰经过4天半的航行，终于到达推进城。正义之门应巫术要求打开，推进城的大门就在前面。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起进攻的白胡子海贼团，推进城四周布置了无数军舰和海军，阵势比屠魔令还要庞大。汉库克让路飞躲进衣服里，随着巫术中将走进监狱。这位传说中的女帝海贼一露面，不管是推进城四周的海军，还是推进城内的狱卒，全部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巫术中将一想起来自己军舰的海兵被汉库克依照团灭的糗事，就大概头痛，赶紧制止了汉库克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巫术中将带路，汉库克光凭借自己的美貌就能让狱卒们乖乖开门了。海军和狱卒们一路目送女帝离开，意犹未尽。推开监狱的大门，首先听到的就是不绝于耳的各种惨叫声。充满野心的监狱副狱长汉尼拔亲自接待了巫术中将和汉库克。按照规矩，凡是探监者都需要例行的搜身检查。汉尼拔安排副看守长多米诺带着汉库克到特定房间搜身。在路上，多米诺告诉汉库克，新入狱的犯人会被脱光衣服，放入沸腾着超过100度的水中进行洗礼。最近入狱的3个犯人艾斯、慎平、克洛克达尔，经过洗礼的时候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让人印象深刻。多米诺带着汉库克来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全身检查。这个房间里安装有监控电话虫，所以汉库克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实时监控记录其中。多米诺奉劝汉库克不要任何可疑的举动，配合脱下斗篷进行检查。藏在斗篷下面的路飞瞬间紧张起来。此时距离艾斯的公开处刑只剩下33个小时。多米诺拿出海楼石手铐，要求给汉库克戴上。汉库克羞涩一笑，然后又天天干风将多米诺连同监控电话虫一起石化。趁着影像断开的时间，路飞从汉库克的斗篷里溜了出来。因为不能让监控电话虫断开太长时间，否则会引起监狱和海军的警惕，汉库克只能帮路飞到这里了。路飞洒脱一笑，表示了对汉库克的感谢。如果靠自己的话，恐怕连进都进不来。汉库克眼神低迷，神色黯然，他很担心路飞的安危。他告诉路飞，如果在推进城里引起骚乱被抓起来的话，恐怕这辈子都出不去了，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这是路飞和汉库克相识以来第一次非常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名字。汉库克心中一颤，面色微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求婚？这一声无憾了。汉库克对路飞遐想连篇，而房间外汉尼拔则对汉库克想入非非，一边遐想一边不断流鼻血。这时候属下来电报告，房间里的监控电话虫断线了，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汉尼拔一听来了精神，可以借着检查电话的机会进入房间偷看汉库克的身体。不过还没等汉尼拔敲门，房间的门就被打开了，
多米诺带着汉库克走出房间，刚刚被石化的记忆全部消失了。路飞趁着汉尼拔等人带着汉库克离开，悄悄溜出房间，倒挂在棚顶看着汉库克。汉库克和路飞对视的瞬间，路飞用口语告诉汉库克谢谢，而在汉库克的眼中却看成了我爱你，瞬间破防崩溃。汉库克乘坐的升降梯下降后，路飞拿出艾斯的生命卡，大致确认了方向后，悄悄地开始了寻找哥哥的行动。根据汉尼拔的介绍，推进城以囚犯犯罪的轻重分为不同的楼层。第一层红莲监狱，惨叫声不断，里面虐囚的情景惨不忍睹，而这还只是罪行最轻的罪犯。第二层是魔兽监狱，第三层是饥饿监狱，第四层是灼烧监狱。汉尼拔告诉汉库克，艾斯所关押的监狱层在更深处，那里有单独的一个饥饿层，全部都是世界上最恐怖最凶恶的罪犯。路飞顺着艾斯的生命卡找到了红莲监狱的入口，他想也没想，直接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在这里，路飞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小丑巴基。巴基十分狡猾，趁着狱卒不注意，利用自己的4分5裂果实能力，悄悄地从监牢里溜了出来。不过溜出监牢可不代表越狱，想跑出推进城还要历经重重关卡。巴基在走廊上东躲西藏，最后成功的被监控电话虫捕捉到了影像。巴基和电话虫对视了半天，监狱拉响了警报，一大群狱卒和特殊部队蓝猩猩蜂拥到第一层捉拿巴基。巴基尖叫着一顿猛跑，危急时刻按下墙上的一个写着危险的按钮，一排排机关被触发，而机关的受害者则是刚刚跑进第一层的路飞。因为这种防越狱的机关被触发，狱卒们自然而然地盯上了路飞。本来路飞是想听从汉库克的建议，悄悄潜入，不引起任何骚乱，然而他似乎就有种引人注意的气质。路飞在走廊上狂奔，有囚犯很好奇地问他是怎么从监牢里跑出来的。囚犯们当然不相信路飞的话，怎么会有人从外面自己跑到推进城里？路飞告诉囚犯们自己是来救艾斯的。提到艾斯，大家都愣住了。有人告诉路飞，艾斯被关押在第5层，并鼓动路飞取得监狱的钥匙，放他们出来。这时被蓝猩猩追杀的巴基跑了过来，二人一对视，互相都吃了一惊。哪个笨蛋会自己跑到监狱来呀？巴基看到傻乎乎的路飞，问出了关键性的问题。等一下，难道这个家伙是听说自己进监狱，特意跑过来救自己的？路飞才没心情和巴基胡扯，而且因为巴基引起的骚动，把自己也给连累了，气得路飞和巴基撕扯在了一起。这时在路口的前面也涌过了一群蓝猩猩，这还怎么跑？既然已经引起骚乱了，那就开打吧。二人停下来，转过身，出招反击。巴基平时吊儿郎当，但是打起架来还是很有手段。他用果实能力分裂自己的身体，将蓝猩猩举起来，狠狠摔下。但是由于力道太轻，根本没破防。蓝猩猩站起来追着他就一顿猛砍。路飞跳过来，一招将蓝猩猩干倒在地。其他跑过来追杀他们的蓝猩猩也已经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巴基看得瞠目结舌，没想到之前这个差点被自己砍头的小子，现在都这么厉害了。狱卒通过监控电话中的影像查看第一层的情况后，都震惊了。这个级别的监狱层里应该没有能够打倒蓝猩猩的人物，但是派出来的5只蓝猩猩居然都被人干倒了。监狱方面只好采取其他手段。巴基听说路飞是特意跑进来营救艾斯的，吓了一跳。不过仔细想想，艾斯确实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可比路飞有礼貌多了。二人甚至把酒言欢，成了酒友。然而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好朋友居然被海军抓住了。海军也是够蠢，竟然敢对白胡子的人出手。虽然巴基很喜欢艾斯，不过要让他豁出命去救艾斯，可就另当别论了。相比义气之类，还是狗命重要。巴基转身想溜，结果无意间瞥见了路飞手臂上的上环。根据巴基多年来在海上抢夺的经验，这可是传说中约翰船长的手环呀！巴基一个猛虎扑食扑向路飞，这时狱卒们也赶到，纷纷向二人开枪射击，二人赶紧抬腿开溜。巴基用艾斯的线索作为交换，向路飞讨要了这个宝藏手环。要说巴基和约翰船长的宝藏有什么渊源的话，简单来说就是巴基因为寻找约翰船长的宝藏而误入了海军的地下基地，结果被海军直接抓进了推进城。巴基带着路飞在监狱走廊上奔走，寻找着去第2层的通道。之前巴基因为接受过灼热拷问，曾去过灼烧监狱，再下面他就没有去过了。不过用脑袋想也知道，想去第5层去找艾斯，首先要到达第4层才有机会。巴基一边给路飞带路，一边向路飞说明监狱的情况。说着说着，竟把约翰宝藏的事情也说了出来。路飞潇洒一笑，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找到宝藏，那就送给你吧。巴基都震惊了，明知道是宝藏还要送给自己。路飞说比起这个东西，自己更想救出艾斯，而且自己很相信巴基能够帮助他找到艾斯。路飞的坦诚让巴基这种卑鄙之徒瞬间泪崩，结果光顾着感动了，误打误撞的来到了狱卒的监控室，二人根本连停都不停一下，连破2堵墙，来到了第1层红莲地狱。这层监狱中有一望无际的红色钢针一般的林海，有无数的毒蜘蛛，
来到这里接受惩罚的囚犯都会因为被这些锋利的剑术和针叶刺得血流不止，惨绝不断。不过巴基正好知晓一个通道，可以不用走楼梯，直接到达第2层。巴基漂浮着带着路飞来到通往第2层的通道口，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路飞想也没想，直接跳了下去。巴基愣了一下，然后得意的大笑。约翰堡的手环自己已经弄到手了，没必要使人取义去跟着路飞冒险，趁此机会赶紧溜走。巴基刚想转身开溜，一只蓝猩猩追了过来，一个飞斧直接看中巴基的身体，虽然对巴基没有造成伤害，但是却直接将巴基的身体连同他的双脚一起打入了黑洞里。这下巴基想跑也不行，只能跟着路飞跌入第2层。第2层是恐怖的魔兽监狱，这里面据说饲养着许多凶猛的野兽。不过路飞和巴基在这一层见到的第一只野兽就是一只迷你小河马。这个小河马虽然长得人畜无害的样子，不过速度奇快，就像个小炸弹一样，可以瞬间撞毁一面墙壁。路飞和巴基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狂奔，甩掉了迷你小河马，而又遭遇到了超级大螳螂的攻击。大螳螂一顿秀操作，结果2把刀子插在地砖里拔不出来了。路飞和巴基只好悠哉悠哉的离开了。难道这就是恐怖的魔界猛兽？看起来似乎一点都不猛啊！两人正边走边抱怨着，突然一阵狂风袭来，一只巨型长着舌头的大公鸡出现在二人面前，二人吓得转身就跑。巴基告诉路飞，这是一种鸡生出来的异兽。舌头鸡一个滑翔飞跃，跑到了二人的前面，张开大嘴一顿猛咬。路飞一个刹车，接着一个3档军人手枪，将舌头鸡一拳击飞。监狱方面查明了路飞的身份后，布置了大量的狱卒赶来围剿。汉库克一行人乘坐升降梯，一路上惨叫声不绝传来。汉尼拔和多米诺似乎很享受这种被虐囚徒的惨叫声，而汉库克的心里只有路飞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惨叫声什么的听起来就烦。升降梯越走越快，不多时就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第4层灼热监狱。在这里，汉尼拔带着汉库克见了监狱最强的战士监狱长麦哲伦。由于毒果实的副作用，麦哲伦每天有10几个小时都在拉肚子，他的办公室就是第4层的一个御用厕所。拉完肚子的麦哲伦一边捂着肚子，一边抱怨房间太明亮。副狱长汉尼拔跑过来和麦哲伦一顿耍嘴炮，水了半天之后，麦哲伦终于要带着汉库克去见艾斯了。结果属下来电，第2层的骚动已经引起了警报，多麦哲伦被惊动了。路飞干掉了舌头鸡，在第2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些囚犯们眼见路飞和巴基这2个大神，立马跪地求报。巴基脑筋一转，捡起钥匙将囚徒们释放出来，然后高举双臂，不断的给囚徒们洗脑，让囚徒们坚信巴基的强大和对他们的恩惠。众人顿时对巴基感激不止。巴基的大神之路由此开始。囚徒们集体越狱可是一件大事，第2层的怪物们也即将倾巢出动。此时一只神秘的生物从黑暗中走出来，囚徒们眼见不妙，赶紧各自回到牢房，锁上房门，不肯再出来。那个神秘生物是这一层的老大，只有他在，就没有人敢从第2层越狱。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只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愿意帮助路飞对抗第2层的怪兽们。路飞仔细一看，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曾经巴洛克社团的那个蜡烛人 M23。3在某种程度上卑鄙指数不低于巴基。不过路飞没有想到，在之后营救艾斯的过程中，3帮了他很多的忙。路飞大闹推进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海军总部战国的耳朵里，作者借战国的口再次强调了推进城的恐怖。进到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人是可以活着出来的。看来这次路飞是自寻死路，气数已尽了。当然了，只有一个人曾打破过推进城无人可以越狱这个传说，他就是曾经与罗杰齐名的传说级人物金狮子。在推进城监狱的最深层关押着许多悬赏金上亿的怪物，火拳艾斯和前王下七武海海峡慎平就是其中之2。狱卒兽例行来查点人数，看这个叫慎平的蓝胖子不太爽，上去就是一锤子。慎平轻蔑地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如果说这个大海中有什么人能够贯彻义气2字，慎平当属其中的首列。这个看上去有些凶恶的鲸鲨鱼人是鱼人海贼团船长，悬赏金有2亿5千万贝利。因为不想与白胡子海贼团开战而大闹海军总部，被关进了推进城最深层。另一边，监狱方面终于迟钝地发觉到那只蛇头鸡被干掉了。路飞和巴基 M233 人依旧在 Level 2逍遥法外，疯狂乱窜。然而监狱警卫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跟着路飞大闹推进城的人正在逐渐增加。Level 2的怪兽们比狱卒要反应更快速一些，一大群的怪兽在监狱长廊里疯狂追杀3人，3人回头一起反击，没想到这些怪兽反而数量激增，更疯狂地追了上来。巴基还想用点小计谋引开怪兽们，3人藏身在天花板，巴基用自己的双脚在其他地方制造声音，吸引怪兽们过去，这样3人就可以趁机溜走。没想到很快就被怪物们识破，一起又追了上来。
这群怪兽中有一张长着人脸的狮子，据说是怪兽们的首领。虽然看上去很蠢，其实凶恶无比。如果被他抓住，基本上就是尸骨无存。M23本来以为跟着路飞和巴基能够成功越狱，没想到路飞是想去监狱底层去救大哥。本来 M23想直接和路飞说拜拜的，可是转念又一想，完全可以利用路飞和巴基引开狱卒和监狱怪兽，自己再偷偷溜走。M23这样计划着，就加入到了路飞营救艾斯的队伍中了。三人赶到通往 Level 3的楼梯，这里有一个更加巨大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这个怪兽不仅身形巨大，而且奇丑无比。其他的怪兽看见他以后纷纷逃走。丑狮子看见路飞三人后，直接咆哮着冲了过来。路飞三人只好尖叫着往回跑去。路飞想给这个怪兽一击，可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十分耐打，路飞一招下去根本没破防。而趁着怪兽袭击路飞， M23和巴基商量着甩掉路飞越狱逃走。这时人脸狮身怪物攻了过来， M23上前用蜡烛变出无数个蜡像分身，成功蒙骗了这个头脑简单的怪兽。结果这个巨型怪兽玩的兴起，将整个 Level 2的地板踏碎，三人随着怪兽一起坠向了 Level 3。说起慎平和白胡子的缘分，要从慎平的老家渔人岛说起。渔人岛位于伟大航路的枢纽地带，海贼们要想进入新世界，就必须要从渔人岛经过。一度以来，渔人岛一直处于混乱贫瘠的状态，三教九流泛滥，大量人鱼被拐卖，渔人岛的人们根本没有安宁的生活。而改善了渔人岛这种糟糕现状的人就是白胡子。当白胡子旗帜插在渔人岛时，渔人岛就此宣布有了靠山，有了强大的四皇白胡子海贼团罩着。从此人类的海贼再也不敢打渔人岛的主意，渔人们的生活终于趋于安稳平静。慎平一直对白胡子十分感激。这一次世界政府针对白胡子召集七武海，慎平立刻拒绝了召集令。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白胡子的名声太大，他的存在从某一方面来说遏制了很多地区的动乱，包括渔人岛。如果白胡子死了，这个世界将重回混乱时代。慎平拼尽一切力量，就算失去七武海的生命，甚至是自己的性命，他也想阻止这场战争。所以他打算将艾斯救出去，阻止海军和白胡子海贼团开战。有人想让白胡子活着，有人就想让白胡子死。同一层的要犯当中还关押一大群如克洛克达尔这样的邪恶之徒，他们巴不得白胡子赶紧死去。整个世界陷入混乱，犯人们激动地在监狱中跳跃起来，恨不得赶紧从推进城出去，取下白胡子首级。Level 2因为巴基将囚犯们的监牢全部打开，路飞三人也将怪物首领斯芬克斯带去了 Level 3。犯人们再也无所顾忌，集体冲出牢房，在 Level 2开始了暴动。战国得知这个消息都气疯了。为什么卡普特孙子总是跟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扯上关系？先是之前大闹司法岛对世界政府宣战，接着又在香波地群岛对天龙人大打出手，引来海军大将。这次又闯入戒备森严的推进城，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的监狱暴动，简直就是前所未闻。战国很好奇，七武海雄明明报告说将草帽团都歼灭了，难道他把海军给耍了？最主要的是卡普居然满不在乎，而且还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战国气的抢过卡普的零食，全部倒进嘴里。这里是 Level 3饥饿地狱，一眼望去一片沙漠。由于 Level 4灼烧监狱的原因，热气涌上 Level 3，因此这里也是酷热难耐，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囚犯们全部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甚至有的牢房就只剩下一片白骨。如果不赶紧离开这里，很快路飞三人也会变成一堆白骨的。巴基吓得瑟瑟发抖，路飞一边啃食一只被热死的鸟，一边向楼梯走去。他想赶快到达 Level 4，这样就离艾斯又近了一步。不过由于他们在上一层的大骚动早就被狱卒们注意到了，狱卒们在这一层设下层层埋伏，瞧准时机拉动机关，一个巨大的网从沙子中突然出现，将路飞三人连同晕倒的狮身人面怪兽一起稳稳地抓了起来。狱卒长萨鲁带着一大群的狱卒和蓝猩猩围拢过来，准备将路飞他们铐走。这时候狮身人面怪兽突然惊醒，挣扎着将网撕破，路飞跳出来后拔腿就跑。萨鲁命令一群蓝猩猩围住路飞，路飞一招机关枪将他们全部放倒。巴基和 M23趁着路飞和蓝猩猩们脱欧的空隙，直接爬到了上面的吊桥，准备溜走。可是这一望无际的沙漠，就算是甩开了狱卒和蓝猩猩，也根本没处躲藏，早晚要被热死。M23和巴基躲在吊桥上，热得直喘粗气。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歌声，这种恶劣的环境，光活着都很艰难了，是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情载歌载舞？看到这个影子，大家也能想到了，这个人就是和路飞有着深厚友谊的人妖 M22冯克雷。巴基很好奇，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唱歌的奇葩是谁。他和 M23顺着歌声来到一个监牢门口，看到了十分神经质的小冯。M23苦涩地说：“还是别把他放出来了吧。”
不过 M23 念有和小冯的旧交情，还是打开了小冯的手铐。小冯恢复自由身，听说路飞要跑去下一层救哥哥，他立刻跳着舞赶过去。狱卒和蓝猩猩的数量太多，路飞没有时间与他们纠缠。趁食神人面怪兽发飙，路飞赶紧跳出人群开溜。但是这种灼热的温度，越往前跑，路飞就明显感觉越是吃力。但是一想到这样一路狂奔下去就能救出艾斯，路飞瞬间充满力量，咆哮着冲下楼梯。推进城外面，海军本部特意出动了一个狮子部队前来围剿入侵者路飞。推进城这边也没闲着，直接派出了狱卒长、拷问女王小萨蒂。路飞本想偷偷潜入，现在却成了众矢之的，恐怕之后的路会越走越坎坷。为了防止路飞和其他犯人越狱，推进城进入了完全封锁状态。现在就算是路飞他们救出艾斯，也无处可逃。整个海底监狱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密室。监狱底层，汉乌克在麦哲伦和汉尼拔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路飞的大哥艾斯，这个让路飞舍命来营救的男人。艾斯和慎平看到汉乌克，除了莫名其妙，就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监狱中其他的犯人看到女帝就受不了了，一边说着下流的言语，一边言语激烈的挑衅麦哲伦，要求他把女帝交给他们。麦哲伦忍无可忍，要知道麦哲伦也是喜欢女帝的。1个小时之前，麦哲伦不小心口吐芬芳，散发毒气，女帝直接把他踩在脚下，并霸气的说道：“你这混蛋！”然后麦哲伦就被沦陷了。敢说女帝的坏话，麦哲伦直接爆发果实能力，毒龙，数只紫色毒龙冲向左右的监牢，将两个囚徒们从刚刚轻浮的言语变成了凄惨的尖叫。汉库克则趁着一片嘈杂混乱，悄悄地告诉艾斯，路飞已经来到了推进城，救他来了。艾斯顿时惊到，完全说不出话来。路飞实在是太乱来了，的确是太乱来了。现在的路飞已经在莱欧斯瑞完全迷路了，他越跑越热，热得几乎没有力气了。前面有一群狱警等着他，看到路飞后，他们立刻开枪发射海漏式捕捉网。路飞很勉强地躲开后，那头食神人面的怪物又扑了上来，将路飞按在爪下。路飞现在连挣扎的力气都用尽了，狮子则张开血盆大口将路飞咬过来。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路飞一看，这家伙不是索隆吗？他怎么迷路迷到推进城来了？索隆没做解释，从台阶上跳下来一个飞踹，将狮子踢飞。路飞再一听这人的声音，根本不是索隆，但是声音和舞姿都那么熟悉。等他看清来者的脸后，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原来是小冯。二人相拥而泣，紧接着一起合力打倒了人脸狮子和其他狱警。狱组长萨鲁带着蓝猩猩赶来支援，小冯轻蔑一笑，听说路飞要去 Level 5，正好我也想去见个人，我们就一起去吧。路飞和小冯一起配合，将所有的蓝猩猩清理干净。麦哲伦送走了汉库克，然后对着手下大发雷霆。汉尼拔日常甩锅，将所有的责任推到了麦哲伦的身上。此时，狱组长小萨蒂带着监狱兽来到麦哲伦的办公室。麦哲伦安排了一只监狱兽在莱欧斯瑞围堵路飞和小冯，自己则在莱欧4等着他们。如果他们赶过来，就让他们全部就地处刑。监狱最强的男人麦哲伦真的怒了。路飞和小冯正向着楼梯的方向飞奔，迎面却撞见了一头骑着狼牙棒的蠢牛狱卒兽。牛头人大哥虽然他看上去很迟钝，但是行动十分迅速，而且是一种冷酷无情，把犯人当垃圾的恐怖生物。小冯刚对路飞介绍完牛头人的情况，牛头人就冲上去一棒子将小冯干翻。牛头人按住小冯的脑袋，狠砸在地面上，接着将小冯紧紧卡住，一棒子抡下去。小冯这下以为自己肯定是 GG 了，一边的路飞开枪而挡，瞬间爆发出喷漆火箭炮，将牛头人打出了100米开外，暂时摆脱了狱卒兽。路飞准备继续寻找 Level 4的入口，小冯告诉他，其实想去 Level 4十分简单。二人跳上头顶的一堵墙，一股逼人的热浪迎面袭来。路飞顶着热浪向下一看，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和不断上腾的烟雾，这里就是 Level 4灼烧地狱了。整层监狱就一口巨大的铁锅和不断翻涌的沸腾的血池，还有不断燃烧的火海。小冯告诉路飞，自己要到 Level 5去见一位久仰其大名的人妖之王。路飞听完啧啧感叹，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人妖还有王国呀。这时巴基和 M23尖叫着向他们跑来，后面跟着狱卒兽牛头人。路飞和小冯一看，只好一起跟着跑了。路飞心想，若跑下去早晚得脱水而死，还不如搏一搏，于是打算用特制的巴基炮弹将狱卒兽干掉。这可是一颗曾经让路飞陷入危机中的恐怖武器。巴基直接转身发射，没想到这颗炮弹威力巨大，直接将牛头人炸翻。但牛头人的护甲很高，挣扎一会儿又站起身来。小冯跳起来对着牛头人的脑袋补上一脚，路飞则利用 M23的蜡烛做武器护手，一个回旋拳终于将牛头人打倒。此时离艾斯的公开处刑还有29个小时，路飞等人经过刚刚的战斗，成功的将脚下这块地面砖给毁坏，四人随着地面砖一起掉在了Level 4。可怜巴基和 M23本来一心想往上爬，结果却离出口越来越远。
在 Level 4，麦哲伦躲在自己的移动小厕所里，与汉尼拔和移动狱卒、狱卒兽守在 Level 4的入口处等着路飞。狱卒兽除了那只牛头人，还有3只实力与其相仿的家伙：斑马、犀牛和考拉。即便不用麦哲伦亲自动手，单单这3只狱卒兽就够路飞4人打一阵子了。无数中将将汉沃克送回军舰，军舰准备起航前往海军本部。这时候属下来报，新世界发生动荡，四皇凯多本想讨伐白胡子，红发为阻止凯多与其发生冲突。目前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如果再有一个四皇卷入，海军本部将很难抵抗。而且从目前来看，海军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四皇的冲突了，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对抗白胡子海贼团，这将是一场注定要铭记于史册的超级大战。麦哲伦正在全力拉肚子，属下来报，路飞4人已经顺着通风塔掉到了 Level 4，不过却幸运的没有直接掉进血池当中。麦哲伦紧急部署了战术，汉尼拔负责守在通往 Level 3的楼梯处，小萨蒂和狱卒兽负责把守通向5楼的楼梯，而追杀的任务就留给自己和其他狱卒。不过在那之前，麦哲伦首先躲进厕所里，先方便一下。Level 4的天桥上，脚下的砖头烫得根本没法站住脚。路飞靠着灵敏的嗅觉，迅速找到了厨房的位置，冲着厨房方向飞奔而去。小冯紧随其后。不过在前面迎接路飞的是一大队的狱卒，路飞对食物的执着瞬间提升战斗力，2招就将狱卒们扫光。身后的小冯也立刻跟了上来，用出人妖拳法将剩下的狱卒摆平。麦哲伦正在全力拉肚子呢，可是属下们却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报道坏消息。前去迎战路飞的队伍正逐个被团灭，麦哲伦火冒三丈，再也无法专心拉肚子，瞪圆了眼睛从移动厕所里走出来，准备亲自赶过去会一会这个强悍的新人海贼。巴基和 M23 日常躲在后面， M23 告诉巴基，现在 Level 4明显就是个圈套，越来越多的狱卒正在向 Level 4聚拢，再这样下去，恐怕他们将被困死在这里，出不去了。这一轮的兵力目前看来很难预测，不过有可能狱警方面为了平息混乱，麦哲伦监狱长会亲自出面。如果麦哲伦出现在 Level 4，那么一切就都完蛋了，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毒龙逃走。路飞在桥上打飞了一茬又一茬的狱卒，然后继续狂奔。突然一坨莫名其妙的紫色液体从上面滴落，路飞一个急刹车，抬头一看，当场愣住。他虽然不认识麦哲伦，但是这个装饰和散发出来的气场，路飞当场折服。这就是让整个监狱闻风丧胆的男人，监狱长麦哲伦。狱卒们看到麦哲伦，吓得落荒而逃。这个恐怖的监狱长发起飙来，连自己人都干，不跑啊就是个死。小冯看到麦哲伦后也大惊失色，他告诉路飞千万不要和麦哲伦打，但是路飞就是不信邪，嚷嚷着让麦哲伦让开，自己还要顺着香味去吃饭。麦哲伦冷漠地说，你不用再吃饭了。通过调查，监狱方面早就掌握了路飞此次来到推进城的目的，那就是救出自己的哥哥艾斯。不过有一点让麦哲伦十分困惑，就是路飞是如何通过层层守卫从外面入侵到推进城里面的。这一点麦哲伦打算用尽满清10大酷刑逼路飞说出来。路飞打算像以往一样不跑也不服，正面就是杠。不过他这次真的遇到茬子了，而且是非常恐怖的那种茬子。香波地群岛的经历此时还没有让路飞有所成长，麦哲伦用一条毒龙追杀路飞，路飞也不管那么多，管他是什么，先来一拳再说。路飞对准毒龙出拳，小冯突然冲过去，用身体扛下路飞的拳头，并将他推出10米开外。麦哲伦的毒是麻痹神经的毒，中毒之后全身就会生不如死的剧痛，最后暴毙而亡。路飞听到小冯的介绍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和小冯转身就跑。小冯变身成路飞的样子，吸引毒龙注意，让路飞先走。结果麦哲伦直接用出了3条毒龙，一起追杀2人。那些还没来得及逃走的狱卒直接被卷入了毒龙之中，瞬间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路飞急中生智，猛地跃上火焰上方的一个平台，一条毒龙追上去，遇到火焰后被烧开。麦哲伦接着从嘴巴里吐出一个泡泡，毒瓦斯弹，小泡泡遇热后瞬间爆炸，威力惊人。最恐怖的是，爆炸后毒气迅速在空气中扩散开来。这种毒气不会致命，但是会让吸入毒气的人不断打喷嚏，泪流满面。路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眼看着一条毒龙向自己冲过来。接着麦哲伦利用毒龙制造出的毒通道滑到路飞面前，拔下自己头上的恶魔之角，猛攻路飞。路飞被毒瓦斯熏得很难看清麦哲伦，只能凭着感觉躲开攻击，仅分毫之差，路飞的脑袋差点被麦哲伦给削下来。这种压倒性的战斗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只要碰到一下就可以宣告 GG。从这一点来看，麦哲伦也算是给足路飞面子，没有瞬间将他秒杀，而是和他有来有往的打斗。小冯远远地看着被麦哲伦追着揍的路飞，着急的只肯强皮。他虽然很想出手帮助路飞，但是麦哲伦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人害怕。小冯在脑海中想象出了无数种攻击方式，自己可以释放许多技能，但是麦哲伦只需要原地不动就可以了。无数个攻击方式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己被干掉。麦哲伦和路飞打斗甩出来的毒液掉到小冯身边，光是看这种毒液，小冯就已经2腿不住颤抖了。
小冯害怕的不能自已。麦哲伦是能够让世界第一大监狱中最强的罪犯闭嘴的地狱统治者，和这种人打架怎么可能会赢？小冯一边飙泪一边咬紧牙根向另一个方向跑去。这个时候麦哲伦的注意力全在路飞身上，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另一边的逗比二人组巴基和 M23 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他们来到通往 Level 3的通道口，看到这里除了副狱长汉尼拔之外，只有一群狱卒，并没有其他的强者。看来想突破也很容易。于是两人跳到人群前准备出手。狱卒们看到2个越狱者来袭，全部举起武器准备厮杀。然而汉尼拔突然下令全员待命，恭送巴基和 M23 离开。如果巴基和 M23 成功越狱，加上草帽路飞的入侵，狱长麦哲伦的责任可就大了。这样一来，狱长的位置肯定保不住，那么自己做狱长的日子还会远吗？巴基和 M23 互相看了看，这他妈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陷阱，天下怎么可能有白来的午餐？不管了，先下手为强。巴基使出炸弹攻击， M23 做出蜡烛，一阵炮火连天后，所有的狱卒全部倒地，只有一个人还站立着。副狱长汉尼拔挥动武器，气得大骂：乖乖过去不就好了，非要动手！既然想干架，那就来吧！3下5除2将这2个战五渣干饭，然后命令手下将他们捆了起来。路飞和麦哲伦打架上了头，无论如何也想拼死一战。他用出2档，一个喷气手枪打过去，麦哲伦的身体被打出了一个洞，路飞的手臂上也缠上了毒液，剧烈的疼痛让路飞忍不住惨叫。路飞又使出喷气双枪，击中了麦哲伦的腹部，然而依然没什么用。麦哲伦用毒河豚还击，路飞高速移动躲开之后，闪现到麦哲伦身后。麦哲伦反应十分迅速，转身一招毒龙，路飞用喷气手枪将毒龙击退，毒液溅满全身。这时候路飞突然发现自己四周一片雾气蒙蒙，紫色的烟雾紧紧笼罩着自己。再仔细一看，居然是麦哲伦在制造毒物。路飞瞬间感觉不妙，一股煞气从身后传来，那是麦哲伦呼出的毒云。路飞只觉得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咳嗽不止。他想伸手将毒云打破，却发现没有任何用。路飞开始感觉耳朵嗡嗡作响，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情急之下，路飞使出了神秘的打法，猛吸一口气将身体胀成气球，然后利用吹出的风将毒雾吹散。然而吹散的毒雾很快又聚拢在一起，而路飞由于猛地吸入太多的毒气，耳鸣越来越厉害。路飞身体再也支撑不下去，倒在地上。麦哲伦转身宣告胜利。路飞挣扎爬起身，一边大叫一边向麦哲伦发起攻击。麦哲伦抓住路飞的胳膊，将他猛砸在地面上。路飞继续攻击，但是中毒太深，加上丧失了太多体力，根本碰都碰不到麦哲伦一下。麦哲伦最后用出毒龙，将2档的路飞吞噬其中。这下路飞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被毒液覆盖全身，再也挣扎不起来。这种毒液无药可解，24小时的剧烈痛苦之后，他就会去往真正的地狱了。另一边，逃跑的小冯遇到了被汉尼拔捆绑起来的巴基和 M23， 小冯冲上去将狱卒打倒，然后与汉尼拔站在一起。小冯自知如果拼体力未必打得过汉尼拔，于是利用果实能力变出娜美的样子，使用美人计蒙骗汉尼拔，打开了通往 Level 3的大门。小冯勾引汉尼拔来到僻静处后，从身后偷袭成功，将汉尼拔捆了个结实，并得到了十分重要的通行证——汉尼拔的样子。小冯只要触摸到对方的脸，就可以变成对方的样貌身形。他就靠着变成汉尼拔蒙骗过了麦哲伦，成功将巴基和 M23 救了下来。这种时刻，小冯完全可以用汉尼拔的身份做掩护，偷偷越狱。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救出路飞。他希望能和巴基 M23 联手，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应对麦哲伦毒液的方法。小冯来到监狱的医疗室，却被医生告知根本没有应对麦哲伦毒液的解毒剂，因为凡是挑战麦哲伦的人基本上都活不下来，所以不需要解毒剂这种东西。巴基和 M23 不断劝说小冯放弃路飞，和麦哲伦战斗这种事本来就是自杀行为，现在的路飞基本上已经回天乏术，无药可救了。如果路飞能从麦哲伦手底下活下来，那可真是出了奇迹了。一提到奇迹，小冯灵光一现，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人能创造奇迹，那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就是人妖之王伊万科夫。传说不论是濒死的病人，还是即将灭亡的国家，这个人都可以救治过来，是可以救治一切的神奇人物。作为一个人妖，小冯早就对伊万科夫仰慕已久，现在只能找他来帮忙了。不过小冯只是听说伊万科夫被关进了推进城，但是关在什么地方他根本不知道。在推进城里有一个恐怖的传闻，有一些犯人会在完全动不了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失踪，人称鬼扯秀事件。每个人都在传那些犯人是被超自然的力量拖进了魔界之门，而这个伊万科夫就是神秘消失的犯人之一。路飞被麦哲伦打败之后，被守卫丢弃在了 Level 5。小冯利用汉尼拔的身份，成功得到了一名监狱犯人的名单，并押着巴基和 M23 骗过了守卫，来到了 Level 5极寒地狱。想到这里打探一下伊万科夫的情况，顺便寻找路飞。不知道是看守故意整他们还是怎样，他们告诉小冯，汉尼拔通常都是不穿外套直接进入极寒地狱的，不仅自己不穿，也不会给犯人穿。看守们都很佩服汉尼拔的强悍。几秒钟的时间，小冯3人被扒光了外套，丢进了极寒地狱。一阵微风吹过，3人瞬间冻得梆梆硬。而且这里不仅有寒冷的气候，还有一种名叫菌狼的恐怖生物。
据说原本君狼生活在 Level 2的魔兽层，但是因为太过凶猛，差一点把魔兽层的其他生物全部吃掉，所以才被安置在了这里。巴基和 M23一看到君狼，直接转身就跑，把小冯丢下，吸引君狼。以小冯的身手，本来是可以和君狼对决一下，但是无奈天气太冷，还没出招就被冻住了。君狼一拥而上，小冯危在旦夕。巴基和 M23只是远远看着，丝毫没有打算舍命帮忙。本来他们以为跟着伪装成副队长汉尼拔的小冯会很安全，没想到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从灼热地狱到极寒地狱，环境转变的实在太快了。二人被冻得受不住，只好不断的运动起来，让身体稍微暖和一点，但依然寒冷刺骨。两个活宝用互相取暖的方法抱在一起，但是这种办法不仅没有让身体暖和一点，还觉得很恶心。这时候一大群的君狼追了过来，咆哮着扑向二人。此时的路飞正在忍受着麦哲伦剧毒带来的剧烈痛苦，但他依然挣扎着想要爬出监牢。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救出艾斯。其他的犯人听说路飞的想法后，纷纷感觉不可思议。在这个推进城里，人人都是为了自己活命，拼命的出卖别人，拿别人当垫脚石。为别人着想的人都是蠢蛋，关心别人只会让自己丢掉性命。其他的囚犯告诉路飞，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乖乖去死吧。这时监牢外踉踉跄跄的走来一个人影，既不是狱卒也不是看守。大家仔细一看，来者居然裸着上身，浑身是伤，冻得直打哆嗦，手里还拎着监狱的钥匙。巴基和 M23被君狼群围攻，现在这种情况，在外面晃不如躲进牢房里。M23用蜡烛做出钥匙，巴基将君狼群吸引到另一边，他想用自己的炸弹给狼群造成一些伤害，却没想到这些狼群直接躲开了巴基的攻击，一起扑来。M23从后面奔过来，一招蜡烛墙壁挡在巴基前面，救了巴基一命。巴基突然灵机一动，让 M23做出了一个没有底的蜡烛牢房，两人就这样躲在了这个可移动式的牢房里，抬着牢房向大门慢慢移动，这样就可以抵御那些军狼的攻击了。结果这些军狼同样灵机一动，直接从雪地下面挖了隧道，迂回进了蜡烛牢房的底部，冲进去袭击他们二人。在这种所有人自顾自己活命的地方，小冯拼死拿到钥匙跑回来营救路飞，让其他的囚犯十分震惊。小冯打开牢房，把钥匙丢在地上，然后拖着一个小雪橇，带着路飞一步一步走向雪地的深处。他现在只想快点找到伊万科夫，把路飞救活。伊万科夫在哪里，根本没人知道。他拖着路飞问了一间又一间牢房，找不到一点线索。小冯走了很久，终于有个犯人给小冯指了一条明路。在极寒地狱里有一片森林，森林的深处里有一个荒废的看守室，有人曾看到奇怪的人出现在那边，也许和伊万科夫的神秘消失有关系。小冯谢过那个犯人，拖着路飞向森林走去。然而这不过是那个囚犯无聊耍弄他的一个把戏而已。森林可是君狼的巢穴，进去的话估计瞬间就会没命了。但是不管前面是陷阱还是其他什么，小冯认定找不到伊万科夫绝不罢休。现在能救回路飞的只有伊万科夫一个人。小冯拖着路飞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群军狼，稍不留神，军狼群就会冲上前展开猎杀。小冯转身一个人妖拳法将打头阵的军狼打倒，其他军狼绕过小冯，偷袭雪橇上的路飞。小冯跳过去扛了下来，旁边的军狼趁机咬住小冯的肩膀和小腿。小冯倒地后，军狼们一起涌上来，狠狠撕咬小冯。这时昏迷不醒的路飞突然神志不清的爬起来，冲过来对着军狼就是一口。其他军狼都被吓住，路飞瞪圆了眼睛，再次无意识的使用出霸王色霸气，军狼群被震翻在地，路飞随即也体力不支晕倒过去。小冯还想问问路飞刚刚的招式是什么，结果自己也直接晕倒了。二人濒死之际，一个手捧红酒杯的神秘人踏着碎步向二人靠近。这人的装束很奇特，头发、眼镜、衣服、鞋子都很鲜明的分出两种颜色。他来到路飞二人前站住脚，盯着他们看了好一阵。此时距离艾斯的公开处刑只剩下26个小时了。Level 1的暴动已经被狱组长萨鲁解决完毕，麦哲伦又干掉了路飞。这一下监狱终于太平了，可以放心的拉肚子了，无暇再顾及其他。狱组长萨鲁在清点钥匙的时候，居然发现少了一串，而另一位狱组长小萨蒂正带着狱卒兽追击小冯，找遍了1、2、3、4层都没有找到这个人。难道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没错，小冯和路飞二人与之前那些被鬼扯秀的犯人一样，在 Level 5凭空消失了。当小冯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一个地道，在地道的尽头还有人的声音。小冯顺着声音寻了过去，找到走廊深处的一个木门，推开门，小冯惊呆了，这里仿佛是一个乐园，人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狂欢，十分热闹。大家看到小冯后都热情的与他打招呼，招待他坐在位置上享受美食。小冯哪有心情吃吃喝喝，他现在只担心路飞，而且这个酒馆一样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小冯努力回忆自己昏睡前的片段记忆，一个身穿奇怪服装的女人走过来搭话，她就是之前在 Level 5救了路飞和小冯的那个奇人。面对小冯的各种疑问，女人不慌不忙地喝下杯中红酒。这时房间的灯光突然暗下来，舞台上似乎站着一个人影，
小峰靠在前排张望，舞台灯光亮起，台下的人不断吹口哨烘托气氛。台上那个人影准确无误地叫出了小峰的名字。更令小峰震惊的是，这个变态的陌生人竟然就是自己此生一直仰慕的传说中人物——人妖王国卡玛巴卡狗女王，人称人妖王伊万科夫。欢迎来到 Level 5新人妖乐园。小峰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眼前这位穿着丝袜和性感女装的大汉是怎么回事？传闻中不是说伊万科夫是一个女人吗？小峰第一次见到在人妖的修行之路上把自己甩出好几条街的超级人妖。一首曲中，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不过此时的小峰心里还是持有怀疑的，这个大脸人妖怎么看也不像很强的样子。大概是节目组为了回应小峰内心的疑虑，房间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壮汉提着一把火箭筒冲进来，要和伊万科夫拼命。这个壮汉原本是某国家的王子，他那个身为国王的父亲有一次误入到了人妖王国卡玛巴卡，结果呢被伊万科夫变成了人妖，整个国家因此没落灭绝，王子也沦为了海贼。这次壮汉就是特意来到 Level 5找伊万科夫寻仇的。他举起火箭筒瞄准了伊万科夫，伊万科夫大惊失色，吓得双腿发抖，嘴里一边恳求一边胆怯地向后面退去。这只不过是伊万科夫耍人的一个小技巧而已。壮汉盛怒之下发射火箭炮，伊万科夫面带笑容，一个地狱媚眼将火箭炮弹射回去，炸翻了壮汉。小峰都傻了，仅一个插眼就能将炮弹弹回去，伊万科夫到底有多强？更让小峰震惊的还在后面。伊万科夫跃身跳到壮汉面前，从手指头中伸出针头，5个针头刺进壮汉身体内，壮汉发出阵阵惨叫，随着叫声越来越娇嫩，一个壮汉眨眼间变成了一个细皮嫩肉、满脸娇羞的女人。这就是人妖王伊万科夫的荷尔蒙果实能力，可以自由地操控荷尔蒙，性别、体温、色素、成长、激情等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随意对人体进行内部改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是人妖，只要随心所欲就好。新人类们早已超越了性别的界限，这里是自由的理想国新人妖乐园。小峰被伊万科夫的实力彻底折服，看来这个人的确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奇迹之人伊万科夫。在周围人们的欢呼声中，小峰突然冲上前，跪倒在伊万科夫面前，恳求他能够解救被麦哲伦的毒液感染的路飞。伊万科夫顿了一下，随着小峰走进路飞的房间。伊万科夫告诉小峰，自己一伙人是罪犯，可不是见到伤员就会上前救治的老好人。至于为什么会救小峰，那是因为路飞在中毒很深、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苦苦哀求伊万科夫一伙人务必要救小峰的性命。小峰和路飞的一举一动，伊万科夫一伙人早已通过监控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人会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还能想着别人的性命，看来就算是在监狱中也会盛开友谊之花。伊万科夫被小峰和路飞的友情所打动，因此才决定帮助小峰和路飞治疗。伊万科夫带着小峰来到一个房间前，这个房间被铁链紧紧锁着，里面传出路飞痛苦的惨叫声。这个惨叫声已经持续了10个小时，而且还需要继续持续2天。伊万科夫利用治愈荷尔蒙，以路飞折寿10年的寿命为代价，过度激发了他体内的免疫力，将路飞的身体改造成可以对抗毒的体质。现在路飞的身体正不断重复着破坏和再生这个过程，只有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过程，他才会保住性命。小峰又害怕又担心，伊万科夫示意他可以偷偷看一下。小峰打开房间的隔窗，偷瞄了一眼，立刻吓得跳了回来。他看到路飞全身崩裂，血流不止，看样子是撑不了多久了。他抱着伊万科夫的腿，恳求伊万科夫救救路飞。伊万科夫一拳将小峰打飞。路飞痛苦地与死亡做着抗争，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救出艾斯。现在即使担心也无济于事，一切都只能靠路飞自己的气力了。伊万科夫带着小峰来到人妖乐园的宴会中放松。他告诉小峰，新人妖乐园的入口遍布整个监狱，成员们可以随意的到监狱里筹集物资，还可以通过截取监狱影像电话中的信号来监控整个监狱的情况。成员们还会去垃圾堆里翻报纸，以此来获得外面的情报。史无前例的入侵者路飞以及越狱者小峰的精彩表现，人妖乐园的成员们都在全程观看，并且十分敬佩。严重剧透，人妖乐园这个空间原本是不存在的，很久之前有个挖洞能力者在这里建立了这个空间，建立了犯人乐园。那个挖洞者很有可能就是革命军的4大军长之一莫莉。因为人妖乐园这个空间位于 Level 5和 Level 6之间，所以被称为 Level 5.5。Level 6嘛，所有推进城犯人都听说过 Level 5，据说那已经是推进城的最底层了。难道还有 Level 6？那是被称为无限地狱的监狱层，世界上真正危险的人物都关押在 Level 6，那里的人不是死刑就是终身监禁。那些人因为在世界上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所以被政府关押在这里，抹除了证据。路飞和小峰在监狱里大闹特闹，虽然很不理智，但也比较幸运。
因为如果时间再往前推，那个人镇守监狱的话，小冯和路飞是绝对不会闹到 Level 4的。那个人就是宇智细流，推进城看守长，实力不在麦哲伦之下。因为麦哲伦每天都要拉肚子的原因，真正来治理犯人的时间很少，所以对于犯人来说，宇智细流才是真正恐怖的存在。后来因为宇智细流过于残暴，经常虐杀犯人来取乐，因此麦哲伦不得不将他作为高度危险人物关进了 Level 6。除了宇智细流这号人物 ，Level 6还有哪些赫赫有名的恐怖分子呢？海贼界史上最坏的女犯人卡特琳娜·戴鹏，巨大战舰圣胡安·饿狼，酒桶巴斯特·乔特，个个都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大海贼。这些才是真正的海贼圈的大人物，因为犯的事情过于残暴，报纸上根本无法报道。而小冯的前老板、前巴洛克工作社的克洛克达尔，前期火海海峡慎平，路飞的哥哥艾斯都被关押在 Level 6。距离艾斯的公开处刑还有16个小时，再过7、8个小时，艾斯就会被带离推进城。而路飞的解毒时间大约还有2天，就算路飞能挺过来，为了恢复体力，他也需要睡上3天。所以路飞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艾斯的处刑了，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奇迹了。小冯跑到路飞的房间门外，大声的给路飞加油打气。其他人妖本来对小冯的行为十分不屑，后来大家都被小冯的执着感动，一起围在路飞的门外声援。时间1分1秒的过去，麦哲伦方面突然得知草帽路飞神秘消失了，突然手下去搜寻路飞和人妖。早上7点，海军的军舰群正向推进城靠近，重犯艾斯马上就要被移交给海军处理。艾斯还在纠结汉库克的话，如果路飞已经来到了推进城，自己在临死前却无法见他一面，那实在是太遗憾了。路飞连续惨叫了20个小时之后，声音戛然而止，房间的门缝里流出许多鲜血。就在伊万科夫以为路飞已经挂掉的时候，房间的门突然传来剧烈的敲打声，接着是路飞饿肚子的声音。路飞居然在短短20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解毒的过程，奇迹确实发生了。新人妖乐园全体动员，将所有的食物，不论生的还是熟的，都搬到路飞的房间。路飞如同一个无底洞，无论多少食物有多少，全部被吃掉。路飞连续吃了30分钟，将乐园几天的食物都吃光了之后，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就连被称为奇迹之人的伊万科夫都没有见过路飞这样的奇迹。路飞已经超越了奇迹的范畴，只能说是传说了。小冯看到路飞安然无恙，飘了过度的他终于安心的睡了过去。伊万科夫告诉路飞，他之所以得救，小冯功不可没，一路拼了命的利用各种方式救路飞于危难中，还在路飞最艰难的时候连续几个小时在外面给他加油打气。路飞回忆起小冯为他做的点点滴滴，跪倒在地给小冯行了一个大礼。拿着红酒的人妖送来了路飞的衣服和帽子，劝路飞休息几天，但路飞急忙换上衣服准备冲出去，他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一定要赶在艾斯离开推进城之前救他。他跌跌撞撞的栽倒在地，身体的机能和体力根本没有恢复，连走路都很艰难。路飞问伊万科夫不一起越狱吗？小冯一直想来救伊万科夫一起越狱。伊万科夫微微一笑，现在还不是自己越狱的时候，因为那个大人物革命家龙还没有行动，全世界的革命军的幕后人物都在低调隐藏身份。谁知路飞却说龙是他爸爸。伊万科夫点点头，没错，就是你爸爸。只要等着你爸爸开始率领部队行动的时候，身为革命军干部的自己才会重回地面，投入到世界浪潮中。现在盲目越狱也只会是继续被通缉而已。那你等下，你爸爸？伊万科夫都懵了，龙有儿子吗？龙怎么可能有儿子？伊万科夫经过一系列细思极恐的推测，最后决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路飞是龙的儿子，同时路飞和艾斯又是兄弟，难道艾斯也是龙的儿子？自己是革命军的干部，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同胞的儿子死在海军手里？伊万科夫头脑风暴到这里之后，立刻让手下闪电去调查艾斯的离开时间，然后向人妖乐园的全体人员宣布越狱行动开始。但是路飞因为刚刚解毒，体力尚未恢复，伊万科夫直接给他来了一针包含肾上腺素的亢奋荷尔蒙，一下子激发出了路飞的野兽本能，所有的疲劳全部忘记，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一样，朝着 Level 6狂奔，根本停不下来。伊万科夫和闪电紧随其后，三人来到极寒地狱，很快解决掉了军狼，冲了出去。路飞呢过于兴奋，刹不住车，刚出极寒地狱就被监控电话中拍到，狱警们拉响警报。汉尼拔担心事态严重，自己也受牵连，于是一反常态，开始积极备战，紧急集合狱警赶去围堵路飞三人，结果不出意外被击飞。三人虽然拼了命的往 Level 6赶去，但还是慢了一步。此时麦哲伦率领手下已经来到了 Level 6的监牢，将艾斯压进了升降梯。推进城外，5艘军舰以及5名海军本部中将已经聚拢，等待接手艾斯，完成下海军本部的押送任务。此时距离艾斯的公开处刑只剩下6个小时。
路飞三人沿着楼梯冲下 Level 6，沿途的看守被全部团灭。路飞三人来到传说中关押着重刑犯的无限地狱 Level 6后，发现这里出奇的安静，既没有各种恐怖的刑罚，也没有犯人的叫声。路飞对着死寂的空间大叫艾斯的名字。伊万科夫随手抓了一个狱警人质，问他艾斯的下落。狱警十分顽固，表示拒绝伊万科夫的问题。伊万科夫一招女性荷尔蒙，将狱警变成了一个娇小女子。路飞三人顺着变形狱警的指示，来到了一个走廊深处的监牢。US 同牢房的慎平正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牢房里。他看到路飞身后的草帽后，就知道了路飞的身份。之前慎平听艾斯说，汉库克亲口告诉他路飞来到推进城了。慎平对汉库克的话一直存在怀疑，根本不相信路飞会为了救艾斯独自一人闯进推进城。现在看到本人后，相信了，不仅相信，而且由衷的佩服。Level 6这个监狱可不是拼了命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路飞不仅是拼了命，而且还十分幸运，居然成功的穿越了前5层，找到这里。慎平告诉路飞，艾斯现在就在升降梯里，如果赶过去还来得及。路飞点头道谢后，和伊万科夫闪电，扭头向升降梯方向追去。汉尼拔通过电话筒将路飞一行人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他命令手下破坏升降梯，又将向上的旋转楼梯封锁，紧接着释放大量的催眠瓦斯，准备将路飞几人活活困死在 Level 6。汉尼拔很高兴，经过自己有条不紊的指挥，终于抓住了路飞等人，保住了自己的饭碗。之后的事情就可以将责任推卸给麦哲伦了。麦哲伦听到汉尼拔的报告后，转而挑衅地告诉艾斯，你弟弟正好和我们擦肩而过，到达了 Level 6，现在你的牢房正好空出来了，把他塞进去拷问拷问。艾斯气得要死，虽然手上被铐上了海楼式手铐，但是体术依然精湛。他躲过狱卒的武器，几下就将身边的狱卒打倒，然后冲向升降梯那边，想回到 Level 6。麦哲伦上前一步，像摁玩具一样把艾斯死死摁住。另一边，巴基和梅斯·斯瑞经过重重艰难险阻，终于爬上了 Level 3的沙漠地带，成功越狱的曙光就在眼前。但是那头烦人的狮身人面怪兽也跟了上来，疯狂追杀二人。二人刚刚冒头的喜悦被冲得干干净净。路飞刚吸了一口催眠瓦斯，就倒地呼呼大睡。闪电和伊万科夫冷静地寻找对策。闪电使用出自己的果实能力，剪刀果实轻松剪开地面，把地面砖挑起来，像碎布一样贴在了 Level 6的升降梯通道周围，把催眠瓦斯挡在了外面。艾斯被成功的移交给了海军，监狱的狱警们同时松了一口气。艾斯站到推进城外面，转身的一刻，想起来与路飞上一次在阿拉巴斯坦见面的情景。此时此景让他倍感伤感，只能低语一声弟弟的名字。虽然催眠瓦斯被封住了，但是通向外面的出路也被封住了，目前根本没办法从 Level 6逃出去。伊万科夫根据艾斯的生命卡判断出，艾斯已经被移交给了海军，军队押送犯人的速度是很快的，已经没办法把艾斯救下来了。而且就算是三人此时能够离开 Level 6，外面还有一大堆推进城的战斗力在等着他们，他们也很难赶到艾斯身边，不如就此放弃。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白胡子海贼团，以白胡子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抛弃手下的，一定会采取行动阻止艾斯的公开行刑。但路飞却毅然地表示要赶往战场。伊万科夫对路飞的固执十分不理解，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规模之大，内容之残酷，根本不是路飞这个级别的小人物可以参与的。作为一个暴风眼中的小蚂蚁，你不知道白胡子有多强，你不知道海军总部安置了多少战斗力。路飞对战麦哲伦一个人就险些送了命，到了海军总部的战争现场，恐怕几条命都不够。但最终伊万科夫还是被路飞的坚定彻底折服。这种感觉他很早之前从哥美加龙的身上体验过很多次，那是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胜气势。可是眼前的问题是，路飞三人就连逃出 Level 6都是个问题，更别说抵达海军总部营救艾斯了。这时，在牢房的阴暗角落传出一声惊悚的笑声。那个声音，路飞很早之前就听过。当声音的主人从黑暗中现身的时候，路飞着实吃了一惊。他就是原王下七武海差一点干掉路飞的大海贼克洛克达尔。克洛克达尔虽然算不上是路飞的朋友，但也算是相识一场。克洛克达尔提出让路飞把自己放出去，自己可以在天花板上开个洞送他们越狱。路飞想起来克洛克达尔曾经的作为，这种人渣放出去，阿拉巴斯坦还不得继续翻天？克洛克达尔表示自己对那个国家已经没兴趣了，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干掉白胡子。老江湖伊万科夫没那些爱恨情仇，如果自己这个越狱队伍有了克洛克达尔的加入，那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战斗力，对越狱有很大的帮助。他提出释放克洛克达尔。克洛克达尔看到伊万科夫后脸色大变，伊万科夫十分得意，就算克洛克达尔背叛了他们也不用怕，自己手里可掌握着克洛克达尔的一个把柄呢。克洛克达尔有点窝火，但是也不敢说什么。这时候另一个牢房的慎平也说话了，他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营救艾斯的队伍之中。路飞对慎平的印象不错，二话不说同意了慎平的加入。闪电用剪刀手撬开牢房门，又剪断了慎平的锁链，将他放了出来。
路飞的越狱三人组有了慎平和老沙的加入，瞬间实力大增。这个5人组合应该算是推进城史上最强的越狱组合了。估计只要不遇上麦哲伦，就是所向披靡的存在。狱警通过隐形电话筒知晓了情况后，立刻拉响全狱警报。出现大批狱警赶到 Level 6，狱警们赶到 Level 6，发现越狱5人组早就不见了。天花板被人开了个大洞，一个旋转楼梯直通上层。希罗让狱警转告麦哲伦，自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要立刻释放自己。汉尼拔通过监控录像看到慎平和克洛克大尔居然都跑了，他立刻让手下询问自己是否有责任。手下告诉汉尼拔，他这次是全责。汉尼拔一下子跳起来，赶紧调动狱组长萨罗和小大帝赶往Level 4，围堵路飞5人组，自己也操起武器向Level 4赶去。路飞5人组回到Level 5.5，带上了小冯和其他人妖。伊万科夫和大家布置了战术，因为推进城外就是无风带，所以越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夺一艘军舰。但是监狱方面一定会全力对抗他们，为了增加越狱的成功性，必须要扩大越狱队伍，制造更大的混乱。越狱的人数越多，就能削弱狱警的战斗力。路飞和慎平、老沙已经率先来到了Level 4，老沙一招风化，将通往Level 4的大门变成了沙子。狱卒们在外面早已戒备，见到老沙等人就开始射击，子弹穿过老沙的身体，老沙微微一笑，冲上前一招月牙形沙丘，被击中的狱卒瞬间被榨干了水分，变成一具干尸。路飞和慎平也纷纷出招回应狱卒。慎平第一次展露实力，隔空打出鱼人空手道。短暂的延时之后，狱卒们发现身体正在无法控制的向后退去，一阵震荡爆一样的攻击，众人纷纷倒地。3人干掉了狱卒们后，进入Level 4。老沙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自己之前的得力干将梅斯勒万的牢房，将钥匙丢了进去。梅斯勒万对老沙还是有几分尊敬崇拜的，只要老沙开口，他一定会亲力亲为。路飞的越狱小组实力又得到了增强，巴基和梅斯特斯瑞组成的2人越狱小组来到了Level 2，躲在蜡烛的小房子里面躲避这一层的魔兽。本来依靠2人的实力想从这些魔兽的手中逃出也是很艰难的，但是Level 4发生了大骚乱，监狱将所有的战斗力量全部派往了Level 4。巴基和梅斯斯瑞趁机在Level 2大闹一番，将所有的囚犯全部放出了监狱。巴基的想法是拿这些囚徒将挡箭牌，自己趁机溜走，逃上军舰。囚徒们却对巴基的营救之恩十分感动，对他唯命是从。巴基就这样带领众人在Level 2开始了暴动。汉尼拔这边已经顾及不暇，Level 2和Level 4同时发生了大规模暴动，实在是愁坏了这个一心想升官发财的副狱长。此时汉尼拔听手下报告说，Level 4越狱的犯人队伍中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过去的龟扯秀事件而神秘消失的那些犯人。汉尼拔都懵了，不知道该支援哪边更好的。最主要的是现在这种糟糕情况，自己还能不能当上狱长啊？伊万科夫率领的人妖队很快就追上了路飞，老沙和梅斯尔万越过人群杀入狱卒之中。伊万科夫紧随其后，一招颜面成长荷尔蒙刺进自己的脸部，脑袋瞬间变大了好几倍，地狱媚眼的威力也增加了几番，一招就将吊桥上的狱卒清理干净。整个越狱队伍果然势不可挡，狱卒们根本毫无办法。海军方面，以本部中将黑蜘蛛为首的海军舰队已经押送艾斯来到了正义之门前。大门打开，另一面就是海军本部马林凡多。而此时马林凡多发生了另一起大事，大战在即，王下七武海黑胡子却离奇失踪，找遍马林凡多各个角落都找不到这个人。与此同时，一艘没有许可的军舰已经到达了推进城。战国一听就慌了，这还用分析吗？肯定是黑胡子海贼团趁乱偷了军舰溜到了推进城。但他跑去推进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推进城门前，狱警们竭力阻止黑胡子海贼团进入。黑胡子爆发暗暗果实能力，将门外的狱警连同监狱大门全部吞噬。黑胡子此行明显是带着干将的准备来到推进城的，秒掉了狱警后又重创守卫海军，直接暴力入侵到了推进城内部。汉尼拔听到报告后都崩溃了，当前的局势简直就是一塌糊涂，自己又当不上狱长，又要全军负责，人生的未来一片昏暗。就在汉尼拔准备放弃之时，麦哲伦打来电话给汉尼拔打了一剂强心剂。Level 2的暴动已被麦哲伦亲自镇压完毕，入口处也被麦哲伦用毒物封死。现在他准备硬刚黑胡子的海贼团。海军本部为了迎战白胡子，已经无法再派支援过来了，现在只能靠监狱方面自己来扛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暴乱。为了能协助汉尼拔镇压Level 4的暴动，麦哲伦打算释放宇之溪流。宇之溪流如果能住进监狱，当然是一个强大的战斗力，但问题是宇之溪流的立场并不在海军，释放宇之溪流是麦哲伦做的最愚蠢的决定。不论如何，麦哲伦决定都让汉尼拔感动万分。狱警方面士气大增，看守长宇之溪流终于恢复自由身，他不紧不慢地点燃一支烟。麦哲伦打来电话，安排溪流干掉黑胡子。溪流从狱警手中拿过自己的刀，挂在了麦哲伦电话后，溪流一刀将狱警们斩杀。Level 4，脸部巨大化的伊万科夫如同一台推土机一般，疯狂碾压前来围攻的狱卒。路飞利用自己的橡胶身体，将一大群狱卒硬生生挤下了吊桥。大家齐心协力，向着通往Level 3的楼梯奔去。伊万科夫安排手下们全力释放Level 4的犯人，这样监狱越混乱，他们就越安全。
狱组长萨鲁率领蓝猩猩赶来支援，伊万科夫使用死亡媚眼将蓝猩猩群一招击倒。这时，更棘手的敌人出现在路飞等人面前，3只狱卒兽。路飞和慎平冲上前就要开干，几个人妖站了出来，准备对抗狱卒兽，替路飞等人拖延时间。这些人妖的同伴们多数都是在监狱中受尽折磨死去的，对狱卒和狱警有着很深的仇恨，干架也是拼了命的干。3只狱卒兽冲向人群，一个人妖抬起火箭炮打过去，直接打中了狱卒兽的眼睛，剥夺狱卒兽视野。其他人妖伺机偷袭，但是他们太小看狱卒兽这种怪物了，即便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了，依然能够根据气味感知敌人的攻击，将跑过去攻击的人妖全部锤翻。人妖们发射铁链将3头狱卒兽困住，结果铁链被狱卒兽轻松挣脱，大用枪射击，但是子弹根本没用。狱卒兽一拳一个小朋友将人妖和那些犯人们打倒。干这种级别的怪物还需要主角们动手。路飞和慎平老杀各自使用招式，仅用一招就将3头狱卒兽秒杀。推进城狱卒们引以为傲的狱卒兽停了几分钟就丧失了作战能力。另一边，由于麦哲伦亲自动手，莱欧兔有一部分犯人直接被就地处决。巴基和梅斯·斯瑞带领一部分人侥幸躲开了麦哲伦的攻击，没有葬身毒海。莱欧兔的出口被麦哲伦用毒液封死，毒液散发出来的毒气不断的在走廊里扩张。巴基忍无可忍，将锅甩给了梅斯·斯瑞。梅斯·斯瑞恍然大悟，原来是可以用蜡液来封住毒气的扩散。巴基也太聪明了吧！巴基对梅斯·斯瑞的夸赞都懵了，自己只不过是一时兴起随口说了一句，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只好顺着他附和。其他犯人更是对巴基的机智所折服。现在巴基不管做什么，在大家看来都是智者行为，都是对的，都是有道理的。巴基就算是对着麦哲伦的毒液破口大骂，无能狂怒，大家也觉得巴基好勇敢，巴基好执着，巴基有着永不放弃的精神。巴基确实适合做一个领袖。推进城 Level 1，仅有5人的黑胡子海贼团如狂风暴雨般涌入，狱警们根本毫无招架之力，拖都拖不住。狙击手犯在狱警射击的一瞬间捕捉到子弹轨迹，一枪打过去，不仅弹开子弹，而且直接打爆了对方的来福枪，堪称神器。就在狱警们无计可施之时，宇智细流站了出来。嚣张的黑胡子似乎完全没有把细流放在眼里，细流宝刀出鞘，大战一触即发。麦哲伦放心的将Level 1留给了细流，自己则乘坐升降梯赶往Level 4。在这所监狱里，别说越狱，暴动都不要想，一定要打到他们服气为止。汉尼拔一听说麦哲伦来了，兴奋地跳起舞。早从汉尼拔刚刚加入推进城开始，麦哲伦就一直对他照顾有加。汉尼拔对本职工作一直不太上心，一心想往高处走，把麦哲伦视为竞争对手。此时此刻，危机四伏，汉尼拔才真正发现根本离不开麦哲伦。Level 4，暴动的囚犯们疯狂冲击狱警的防护网，梅瑟尔万、小鹏、闪电都是异常凶猛的角色。小萨蒂眼看着自己的爱宠狱卒兽都被干掉了，忍无可忍的挥动鞭子亲自动手。犯人们的惨叫是小萨蒂最享受的声音，一鞭子就将那些越狱犯人打翻。路飞冲上去就想干架，被伊万科夫一把揪过来丢了出去，自己则站出来挡在小萨蒂面前，给路飞争取时间。伊万科夫给自己来了针女性荷尔蒙，瞬间变成了一个高挑性感的女人。伊万科夫冲上前率先攻击，将小萨蒂踢倒。小萨蒂起身反手用魔鞭将伊万科夫缠住，将他重重摔在地上。但这种攻击对注射了女性荷尔蒙的伊万科夫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女性荷尔蒙可以提高身体的柔软度，化解一切冲击力。狱警们本以为 Level 1有宇智细流镇守，黑胡子海贼团必定全灭。结果他们发现 Level 1的守卫全部失联，黑胡子不仅破坏了引线电话虫，而且还放下吊桥向 Level 2赶来。难道细流看守长被打败了？另一边，闪电已经带领其他人率先向Level 4人进攻。众人来到门前，门突然自动打开，汉尼拔挥舞着双刃宝刀血息挡在门前。平时嬉皮笑脸的汉尼拔难得认真起来。路飞冲向汉尼拔，汉尼拔拔出血息砍了下去。路飞向后一跃，躲开汉尼拔的攻击。周围的狱警们纷纷开始给汉尼拔加油助威。汉尼拔转动血息，血息在高速的轮转中竟然燃起火焰。汉尼拔使用大招汉尼嘉年华，灼热地狱车攻向路飞。路飞弹开汉尼拔，启动2档状态，弹射出去，对准汉尼拔的脸就是一顿喷气机关枪，将汉尼拔干翻在地。汉尼拔想起多年前麦哲伦对自己的教导，挣扎着站起身抓住路飞。汉尼拔一句话瞬间燃起了士兵们的斗志，即便实力相差悬殊，狱警和狱卒们依然拼了命的阻止路飞等人的越狱。要说人一旦走运，挡都挡不住。巴基运势旺的飞起，正当他为无法破解麦哲伦毒液逃出去而苦恼的时候，黑胡子海贼团攻入了Level 2，直接将麦哲伦的毒液吸收掉。巴基和小弟们上个厕所时间回来一看，毒液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大家回想之前巴基对着毒液骂了30分钟，看来真的是把麦哲伦给骂得害怕了，主动撤销了毒液。巴基大神真的太牛了，众人对巴基越来越崇拜。巴基也趁着这股运势强势收复一帮小弟。另一边，麦哲伦已经通过升降梯到达Level 4，正率领狱警向这边赶来。路飞的目的是救出艾斯，汉尼拔的职责是守护好推进城。
双方各持自己的立场，混战一起。但是汉尼拔和路飞的实力差很多，路飞二档一个喷气手枪直接将汉尼拔击飞，汉尼拔趴起身继续进攻，又被路飞打倒，汉尼拔起身再被打倒，但汉尼拔仍然不想放弃。这应该是汉尼拔最为圈粉的时刻了，不关乎升官，不关乎地位，只为心中的信念和肩上的责任。汉尼拔仅凭一人拼死对抗路飞和其他越狱犯，既然决定死守这里，就寸步不让。路飞救艾斯的心十分急切，与汉尼拔陷入了焦灼的对峙之中。这时，汉尼拔身后走廊里传来一声声惨叫，黑胡子海贼团攻破了外面的狱警保护圈，来到了莱芜放，宿命的对决。路飞第一次正面与充满敌意的黑胡子对峙，眼前这个家伙可是亲手把自己的哥哥送进推进城的罪魁祸首。路飞拳头死死握紧，黑胡子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满满的杀意。他告诉路飞，在阿拉巴斯坦之后，路飞干掉了原七武海克罗克达尔，就已经名声大噪。黑胡子本来的目标就是把路飞的脑袋献给世界政府，以此来换取自己七武海的地位。没想到艾斯在追杀黑胡子的过程中，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拼死抹杀黑胡子，想保全路飞。结果中了黑胡子的招式，被黑胡子抓住，代替路飞成为黑胡子上为七武海的投名状。当时的艾斯已经没有退路，即便他有机会逃走，但是如果他逃走离开，不仅白胡子的名声会受到玷污，路飞的性命也不保。所以认真说起来，命运在不知不觉间偏向了路飞一边。路飞不仅从黑胡子手中全身而退，而且在危机四伏的推进城，居然还能保全性命，并召集一群高手帮助他越狱。有时候主角光环的力量不服不行。路飞越听越怒，直接开启二档，冲到黑胡子面前，就是一招喷气手枪，将圆滚滚的黑胡子击飞。黑胡子由于果实能力承受成倍伤害，倒在地上痛苦哀嚎，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用出黑水将路飞吸了过去，瞬间抑制住路飞的果实能力。接着一个重摔将路飞捶在地上，橡胶体质的路飞很少承受这种重击，疼得大叫。暗果实能力在接触能力者瞬间就可以将恶魔能力吸收掉，让能力者无法使用果实能力，是所有恶魔果实能力者的克星。黑胡子单凭这个 bug 级能力将艾斯暴虐，最终打败了艾斯。路飞恨得咬牙切齿，冲上去准备继续和黑胡子对打，任凭一个箭步挡在路飞前面，劝说路飞暂时放下个人恩怨。当务之急是赶到马林凡多救出艾斯，在这里纠缠只会无谓的消耗体力和时间。对黑胡子的动机，老沙感觉到有些诡异。按理说黑胡子精心策划一切都是为了坐上七武海，但现在黑胡子居然背离海军，擅自来到推进城，这种行为会让他丧失七武海的身份。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这时在众人的背后传来一声爆炸的声音，推进城最高的战斗力狱长麦哲伦正向他们这边赶来。伊万科夫立刻指挥众人逃走，自己留下来对抗狱组长小萨蒂。众人绕过黑胡子海贼团，向着楼梯拼命逃窜，结果遇到了牛头狱卒兽。根据老沙的解说，狱卒兽其实是觉醒的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拥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另外3只被打倒的狱卒兽用不了多久也会醒过来。后方麦哲伦的毒龙犹如凶猛的浪潮一般，将落后的囚犯卷入其中。麦哲伦一边开启疾跑追杀囚犯，一边听旁边手下的报告，黑胡子已经入侵到了莱芜放，于是气流已经神秘失踪了。另一方面，监控室的巨大影像电话虫被干掉，整个监控系统全部瘫痪，而且推进城与世界政府海军总部的联系也被切断。一个黑影出现在监控室，拿刀砍向了正在向麦哲伦汇报的狱警。看守长与之气流已经背叛了。路飞和黑胡子对峙良久，一言不发的经过黑胡子向楼上走去。黑胡子突然开口问路飞：“空岛存在的吧？”不止空岛 ，Underpace 也一样存在。路飞陷入沉思，黑胡子此人深不可测，捉摸不透，将来一定是个巨大的威胁。在前面逃命的囚犯们被楼梯通道里的牛头狱卒兽给打了回来。路飞沉着脸走到人前，一招喷气手枪将牛头狱卒兽再次秒杀。囚犯们一阵欢呼，涌上走廊。麦哲伦赶到莱芜放的吊桥，在桥上与黑胡子海贼团相逢，结果麦哲伦看也没看黑胡子一眼，直接用毒龙将这个无人团秒掉，然后面无表情的走过了吊桥，走到莱芜放大门口，看到了身受重伤的汉尼拔，他立刻安排手下给汉尼拔治疗，并给予汉尼拔很高的称赞。莱芜放通往莱芜斯瑞的楼梯通道里，受伤和死亡的狱卒和狱警遍布各处。麦哲伦扫视了一圈，气得直咬牙。虽然不知道草帽路飞用了什么方法从自己的毒液中存活下来，不过这次监狱大暴动他绝对是个主谋，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一定要将这个重犯抹杀。麦哲伦怒吼一声，接着开启剧毒通道，用最快的速度向楼上追击。路飞一行人成功来到莱芜斯瑞，不敢停顿，卯足了劲儿向莱芜2跑去。麦哲伦实在太猛，将后方的囚犯全部干掉。伊万科夫守在莱芜放大门，打算硬刚麦哲伦，给路飞等人争取时间。麦哲伦肩披毒龙，踏着缓慢的步伐缓缓走来。伊万科夫示意闪电离开，闪电会意后奔上楼梯，剪开了莱芜斯瑞通往莱芜2的楼梯，将伊万科夫和麦哲伦关在了这一层。
伊万科夫独自面对麦哲伦，丝毫不慌，给自己来了一针荷尔蒙激素，变回大脸的男性身体，接着用出死亡媚眼破了麦哲伦的一条毒龙。麦哲伦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也跟着认真起来，身后的毒液化成3条毒龙。他自认为没有人可以打破他的毒液攻击，就算伊万科夫再怎么强，也不过是比别人多争取一些时间而已。伊万科夫用尽搞怪的招式来耍弄麦哲伦，麦哲伦直接一招毒液喷在他的脸上，伊万科夫痛苦的倒地哀嚎，毒液在脸上滋作响。紧接着他撤掉自己脸上的妆容，发出恶作剧成功之后的大笑声。因为脸上有厚厚的妆，所以才不怕麦哲伦的毒液。麦哲伦继续用毒龙攻击，伊万科夫跳起来躲开毒龙，一边奔跑一边用死亡媚眼反击。麦哲伦又吐出毒河豚攻击，伊万科夫奋力躲开，二人的魔法斗争你来我往，打得十分热闹。最后麦哲伦的耐心终于被耗尽了，准备和伊万科夫来个了断。伊万科夫使用新人妖拳法奥义，以超高速的拳头攻向麦哲伦，结果不出所料被麦哲伦直接打倒。Level 2，闪电一直忧心忡忡的等在原地，当他看到倒塌的墙壁被人攻破时，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本以为伊万科夫顺利归来，没想到是麦哲伦的毒龙从里面冲出，而伊万科夫因躺在毒液之中站不起身。闪电立刻做出反应，驱动剪开的地面攻击麦哲伦，麦哲伦轻松弹开，接下来的攻击直接命中闪电身上。Level 2的魔兽看到汹涌而来的人潮，转身就闪，草帽和老沙、慎平等人攻入 Level 2。听说伊万科夫留在了第3层，阻挡麦哲伦。路飞想要回头，小风挡过去，制止了路飞的冲动。这时候只有拼命的向前，才能不枉同胞们的牺牲。Level 2和 Level 1的囚犯们全部被巴基释放了出来。巴基指挥众囚犯尽情的制造混乱。狱卒长小萨蒂被伊万科夫打成重伤，挣扎着站起身，一鞭子抽在了四肢晕倒的狱卒兽身上。狱卒兽慌乱的爬起来，然后乘坐升降梯往 Level 1赶去。监狱外面停着许多军舰和监狱船，因为与之溪流的背叛，推进城已经和外界断开了联系，海军无法支援。囚犯们只要冲出推进城的大门，抢得其中一艘船，就可以赶在艾斯行刑前赶去马林凡多。此时距离艾斯公开处刑只剩下4个半小时。狱卒兽们成功来到Level 1，追着巴基一伙人到处跑。论起逃命，巴基绝对是首当其冲，他带头飞快地往回跑，结果迎面撞上了一个黑影。巴基抬头一看，此人居然是克洛克达尔，吓得巴基赶紧退后几步。慎皮和路飞赶到前面，将狱卒兽轻松解决。这时麦哲伦也跟着赶来。Level 4的暴乱终于延伸到了这一层，囚犯们拿着枪对麦哲伦疯狂输出。麦哲伦一个毒龙冲向人群，千钧一发之际，Mr. Three 冲到人前，利用蜡枪挡住了麦哲伦的攻击。Mr. Three 的壮举迎来周围人一片喝彩。Three 十分豪气地告诉众人：“我留下来阻挡麦哲伦，你们快跑！”路飞被Three的豪迈感动，他让慎平等人先出去抢夺军舰，自己留下来和Three一起硬刚麦哲伦。另一部分热血囚徒也扛着火箭筒，拖着长枪赶来支援。路飞揽过Three的肩膀，和Three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硬刚麦哲伦的方法。Mr. Three 点头应承，麦哲伦的毒龙准备来袭。Three利用蜡烛变成一层铠甲，装备在路飞的身上。路飞瞬间激动的热泪盈眶。有了这层铠甲，路飞再刚麦哲伦的毒液就无所畏惧了。麦哲伦站出来一招毒龙，Mr. Three和路飞完美配合，挡在前面，铸造蜡烛墙壁挡住了毒龙的进攻。路飞从Three的身后跳出来，完美的制空躲过了麦哲伦的攻势，在半空中用出一招冠军回旋弹，旋转的拳头加上蜡烛铠甲的护甲加成，一拳打在麦哲伦身上，不过被麦哲伦扛了下来。后面的囚徒们用蜡烛墙壁做掩护，利用大炮筑成一道防线，远程掩护路飞，不断的炮轰麦哲伦。麦哲伦被彻底激怒，从炮火中慢慢走出来。Level 1，巴基等人已经顺利来到了推进城的大门前。如果不出意外，门外应该有10艘以上的军舰在等着他们。如果能战胜这些整装以待的海军，门外就是天堂，否则就是另一个地狱。囚犯们一起上前，齐心合力推开大门。大门打开，曙光迎来。巴基在最前面带着众人冲出了推进城。本以为迎面而来的将会是无尽的炮火，但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外面的海上居然连一艘军舰都没有。此时此刻的情景，倒不如在炮火连天中和海军干一架，极限1换1的去抢过军舰逃生。这里是无风带，海底有无数的海王类，如果没有船，就相当于困死在了推进城，被麦哲伦干掉也只是时间问题。看来海军也正是算计好了这一点，所以将所有的军舰和监狱船全部调走了。无风带的地理环境才是推进城的最高防御。众人们倍感绝望，好不容易逃了出来，现在看来只能原地等死了。慎平分析了局势，推测军舰和监狱船是不久前被麦哲伦调离的。如果仔细观察远处的海面，隐约的可以看到帆船的影子，可是距离太远，只有岸上的人怎么努力也不能抢到那么远的军舰呀。慎平转过身，一把将推进城大门给掰了下来，自己举着大门跳入海里。老沙和 M1 二话不说，跟着跳上了门板。巴基琢磨着，与其和一帮乌合之众等在监狱门前被麦哲伦追上来干掉，倒不如和这些高手待在一起更安全，于是也跟着跳上了门板。其他人看到巴基居然主动出战，实在是太勇敢太厉害了，
纷纷为巴基喝彩。士兵在水下一个加速度，拖着门板高速向远处的海军军舰冲去。军舰群很快发现了慎平等人，从远处开炮进行拦截。慎平十分敏捷地拖着门板躲开海军攻击，海军们调动所有的大炮全员进攻。慎平很灵巧地躲开所有的炮弹，但是海军的炮火太过猛烈，慎平决定使用个大招。他停下门板潜入水中，巴基吓得大吵大叫。老查和 M1 则一脸平静，仿佛周围的炮弹都是导演组安排的道具。慎平潜到一个适当的深度，用出渔人空手道海流过肩摔，操控海水直接冲击门板底部，海流带动门板腾空而起，冲向其中一艘军舰上。海军们看到老沙和 M1 吓得直哆嗦，为了打气，他们嚷嚷着要将二人推下海。海军们将老沙和 M1 重重包围，各种重武器齐刷刷地对准二人。这时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慎平从漩涡中探出头来，一招渔人空手道枪波打出去，海流如同炮弹一样直接打穿了军舰的控制台。路飞用体术应接麦哲伦毒龙，用冠军机枪直接破了麦哲伦的攻击，最后一击重拳击中麦哲伦的腹部，将麦哲伦打退。路飞十分得意，有了铠甲保护就不怕麦哲伦的毒液了。其他囚徒士气大增，远程火炮不断向麦哲伦身上招呼。麦哲伦彻底暴怒，拨开烟雾后放出大招，身上的毒液由紫色转为紫红色。路飞脑袋一热，冲上去就是一脚，直接踢中了麦哲伦的身体。梅瑟·斯瑞眼看事情有点不妙，招呼路飞撤退。这时候斯瑞的蜡烛对麦哲伦的毒液已经没有任何作用，路飞触碰毒液的腿部蜡烛被紫红色的毒液不断侵蚀。斯瑞看准时间解除了路飞身上的铠甲，救了路飞一命。麦哲伦的身上不断涌出紫红色毒液，毒液就像岩浆一般向四周扩散开来，这就是麦哲伦的最强状态——毒之巨兵。麦哲伦由巨兵体内走出来，操控巨兵追杀囚徒，这个变态的招式有多强谁也不知道，总之跑就完了。紫红色的毒液传染力和扩张力很强，只要碰到一个物体就会迅速传染，落后的囚徒瞬间被麦哲伦干掉。麦哲伦操控巨兵如同一辆战车一样向前推动，小冯带着一帮囚徒等在推进城门口，看到路飞跑过来十分惊喜。随即他们看到追在路飞身后的巨人毒兵，吓得眼睛都要飞出来了。眼看麦哲伦慢慢逼近，可是军舰还没有夺过来。这时候莱欧fal的伊万科夫慢慢苏醒，给自己来了一阵荷尔蒙，勉强保住了性命。他抱着闪电用死亡媚眼直接从莱欧fal冲了上来。囚徒将电话筒交给路飞，路飞用电话筒联系上了远处的慎平。慎平三人虽然成功抢下了军舰，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很难短时间内开回去接应。慎平让路飞和众人跳入海中，其他的事情交给自己来摆平。跳入海中，推进城周围的海域里到处都是海王类，跳进去必死无疑。麦哲伦冲过来，用出地狱审判。路飞站在巨兵正前面，开启3档。梅瑟·斯瑞很默契地用出了特大号蜡烛臂，扛住了毒兵的攻击。路飞在毒液感染蜡烛墙壁之前，用巨大的脚踢了过去，以蜡烛墙为垫脚石，将毒之巨兵踢飞。但是这拼尽全力的一击，也只是短暂的拖延了一下时间，毒液很快蔓延过来，毒之巨兵再次成型。囚徒们唯一的活路就是跳海。路飞唤醒了晕倒的伊万科夫，伊万科夫相信路飞的判断，使用死亡之眼，利用这个招式的后坐力，带着众人从推进城飞了出去。仅差几厘米就被毒之巨兵的手掌抓住，伊万科夫带着大家直接跳入海中。此时海中涌出一大群鲸鲨，在众人落水之前稳稳地接住了大家。鲸鲨群受慎平的召唤来到此处，特意协助众人越狱。在慎平和众人的帮助下，路飞终于摆脱了麦哲伦。但是这样就完了吗？并没有。慎平召唤鲸鲨群，在麦哲伦的巨人毒兵袭来着千钧一发之际，将众人护送离开，成功将众人送到了慎平抢来的军舰上。大家在船上拥抱欢呼，这是推进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越狱，也是除了传说级人物金狮子史记的越狱行动之外，第一次有犯人越狱。不过众人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在推进城海域的前面还有巨大的正义之门耸立在那里，只要正义之门不打开，路飞等人就会被困死在这儿，早晚会被麦哲伦追回来。麦哲伦立刻联络手下调遣一艘军舰过来，准备亲自冲上去将越狱犯缉拿回来。不过还没等麦哲伦出手，把守在推进城海域的海军们已经开始了攻击，雨点般密集的炮弹袭向路飞等人。慎平熟练地掌舵躲避，向正义之门驶去。海军的军舰在后面紧追不舍，已经前后左右展开夹击。路飞等人冲破重重迷雾，来到巨大的正义之门前。众人一看眼前这座巨型防御，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因为正义之门无论如何是不会对他们打开的。慎平一脸漠然，径直冲向正义之门。巴基急得揪住慎平大吼，但慎平却面无表情，好像很有把握带着大家逃出去。后面的海军军舰群死死咬了上来，炮弹雨从各个方向打过来。老沙和路飞各自使用招式将炮弹雨拦截下来，巴基则指挥自己那些狂热的崇拜者进行反击。不过毕竟敌众我寡，海贼们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面对紧紧封闭的正义之门，大家面露绝望，已经放弃抵抗了。然而当慎平驾驶着军舰冲到正义之门的前面时，奇迹发生了，正义之门开启一丝缝隙，一道希望之光从缝隙中照出，接着缝隙越来越大，正义之门居然打开了。海贼们一见此局面，顿时又燃起希望，继续跳舞欢呼。后面追击的海军们则一脸迷茫和惊愕，只有慎平面无表情，一切都好像在他的预料之中。推进城门前，一艘军舰靠在推进城的港口，麦哲伦刚要乘上军舰，猛然发现了异常。为什么正义之门会在自己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被人开启？麦哲伦放弃追击，转身向推进城的中控室赶去。而此时的中控室中，另一个麦哲伦正在向狱警们发布命令，他让手下将正义之门打开，等到慎平驾驶的军舰离开后，立刻关闭正义之门。狱警们虽然对这个命令充满疑惑和怀疑，但并不敢质疑监狱长麦哲伦，更不敢违背，只能乖乖的执行。麦哲伦赶到中控室，推开大门后，看到另一个自己，愣了一下，随即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在路飞一队的越狱犯中，能够变成他人样貌的只有一个家伙，那就是人妖冯克雷。小冯不仅哄骗狱警打开正义之门，在慎平等人即将通过的时候，逃命的狱警立刻将大门关闭，并且一脚踹坏了中控室。这样一来，待慎平驾驶军舰离开后，后面追击的海军军舰就会被正义之门挡住，无法继续追击了。慎平的驾驶军舰穿过正义之门时，向路飞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路飞听说小冯牺牲了自己去打开正义之门时，急得大吼大叫。慎平则十分沉稳地和路飞说明了利害关系。为了越狱，已经有几百人牺牲了，最后时刻，小冯决定牺牲自己拯救大家。如果这时候回头救小冯，所有人都逃不出来了，那些牺牲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小冯在离开前将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了慎平，想要完全越狱离开推进城，必须要打开正义之门，而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自己一人。小冯特意嘱咐慎平在离开前都不要告诉路飞，但慎平也是侠义之人，还是决定在正义之门完全关闭前，让路飞和小冯做最后的道别。慎平将一个小电话筒交给路飞，路飞立刻拨通了电话筒。重情重义的小冯不止一次舍命去帮助路飞，最终分别的时刻，路飞实在无言以对。在电话筒的电波即将断开的时候，路飞告诉小冯，大家要走了，谢谢你。所有人跟着路飞一起大声地对小冯喊着谢谢。小冯最终破防，在电话筒这边嚎啕大哭，告诉路飞一定要救出哥哥。小冯话音刚落，正义之门就重新关闭，电话筒的信号随即也断开。路飞等人站在船上，对着推进城方向边哭边呼唤小冯的名字，而小冯已经擦干了眼泪，从容面对毒王麦哲伦。麦哲伦也很给面子，即使气得暴跳如雷，依然等着小冯与路飞等人通完了电话，又问小冯是否还有遗言。小冯微微一笑，死而无憾。麦哲伦猛然出招，对小冯发起攻击。此次推进城越狱的犯人总共有241人，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危险的人物将从监狱中陆续出现，重现江湖。监狱 Level 4原本被麦哲伦一击秒杀的黑胡子海贼团从毒液中站了起来，救他们一命的是麦哲伦的手下推进城看守长宇之溪流。此时他已正式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成为未来的4皇船员。此时距离艾斯公开处刑只剩下4个小时，慎平驾驶军舰很快驶离了推进城，路飞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而巴基这边已经和自己的小弟们开启了庆功宴，在船上大吃大喝跳舞唱歌。巴基在一边兴奋过了头，笑呵呵地调侃小冯，虽然是个好人，但是死了也没有办法。路飞一听这样的话，气得扭过头来和巴基大打出手。伊万科夫这边，他的搭档闪电因为中了麦哲伦的毒昏迷不醒，之前的战斗中伊万科夫也身中麦哲伦的毒液，但他折了自己的寿命，强行注射荷尔蒙，勉强挺了过来。但闪电的情况很不乐观，伊万科夫不想折了闪电的寿命，让他强行恢复，只让他静静休养，自己恢复过来。巴基听说军舰的目的地居然是海军总部马林凡多，吓得尖叫起来。马林凡多即将迎来的是白胡子海贼团和海军的大决战，比地狱还要可怕。前往马林凡多的战场，倒不如回到推进城去接受麦哲伦的制裁。不过军舰已经乘上了世界政府专用的海流，既无法停下来，也不能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前进。这时船上传来电话虫的声音，大家从军舰的桅杆里找到了海军专用电话虫，路飞立刻接起来自报家门。电话虫那边是来自海军的警告，根据海军的调查，此次越狱的主犯有2个人，一个是路飞，一个是巴基。在推进城越狱事件发生之前，
巴基一直保持低调，被海军所忽视。经过此次的调查，海军发现小丑巴基居然是海贼王罗杰的船员，与四皇红发也有很深的交情，是未来海军的心腹大患之一。此消息一出，全场震惊。那些被巴基洗脑的海贼此时对巴基更加崇拜，坚信巴基是一个超级大海贼，全部甘愿对巴基俯首称臣。一瞬间，巴基名声大噪，一跃成为了海贼圈子的名人。巴基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没想到海军居然把这些陈年往事都挖了出来，如此这般一定会成为海军重点打击对象，以后啊想混日子都很难了。不过巴基转念一想，名声大也未必是坏事，这些狂热的追随者中，很多人比自己的悬赏金都高，如果好好利用的话，说不定他们会助自己成为海贼王。巴基狂热粉们知道巴基不想去海军总部，准备一起联手帮助巴基对付路飞等人，夺过军舰。一时间船上杀意四起，不过巴基已经转换了思维，如果自己能够在马林凡多的超级大战中再搞出一些名堂，比如混人头取下白胡子首级，那自己的名气岂不是更大？离四皇或者海贼王的位置岂不是越来越近？巴基想到这些，突然得意起来，站在船上的高处继续给大家洗脑，让众人听从自己的安排，随路飞等人赶到马林凡多。世界的顶点触手可得，大把的名利将在马林凡多的顶上战争后为自己所有。巴基的野心成为众狂热粉丝的人生之光、生命之柱，大家纷纷丢掉武器，表示愿意誓死追随巴基。路飞一伙人的内讧暂时解决了，眼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就是应该怎样才能打通通往马林凡多的正义之门。现在海军已经知晓了他们一船人的目的，绝对不会将正义之门打开，任他们通过的。如果正义之门不能开启，他们只能在这个海流中无休止地漂流下去。此时押送艾斯的军舰已经抵达马林凡多港口，海军们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大战，正在紧急疏散马林凡多的普通居民，局势异常紧张，大战一触即发。